非常的诚惶诚恐啊！刚才那个几位老师介绍的这个成果都非常多，然后那我呢就是首先要先感谢一下 LF 这个给这个平台机会，然后有幸成为我们这个 LF 的这个执行编委。那么我今天其实想跟大家就聊一下，通过我这近10年的研究吧。主要是在声景与景观空间体验方面的一些探索，希望跟大家交流一下。那么先在简要做一个自我介绍，就是我是2011年从德国博士毕业以后就加入到了佛州大学，那么现在在风景园林系。其实我，在博士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接触到声景这个概念，可能，那个时候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概念啊。但是近10年，可能尤其是到现在，就是大家关注的越来越多了。其实就是在最初的时候，其实也是说，我的一个研究的重点呢，也是想放在视觉层面，就跟我们这个，就是。就是对景观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我们认知的比较熟悉的这样一个概念来说，就是还是说停留在视觉层面。但是呢，就是当时就是出国以后，就是发现，哎呀，这个视觉做的太多了，尤其是这种各种审美啊、维度的，还有这个评价体系啊，都特别的完善。那么其实当时也是在考虑，就是说怎么能够有一个新的视角去观察我们的景观。然后就是各种阴差阳错吧，就是发现了这个声景这样一个概念。当时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就是机缘巧合吧，就是很有幸认识到了这个，就是康健老师。那么他是当时在欧洲有一个，就是欧洲声景联盟的一个项目。那么我是很有幸在博士刚开始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他们一个培训的一个这个培训，就是声景的专题的培训。那么就是进一步理解，就是了解了这个声景的概念以后呢，就是特别的坚定的，就是从这个视觉的维度，从转向了这个听觉，或者是跟这个视觉、听觉这个就是交互的这样一个探索的一个体验。嗯。那么当然，这个深井的一个这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呢，就是现在从我那个时候2011年的时候最初接触，还没有一个就是特别的明确的定义，到2014年已经有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努力的推动下呢，已经有一个就是比较明确的定义，包括相关的标准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可能大家现在关注的也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在整个的一个就是大家在高品质的空间的一个建设的一个需求的条件下。嗯，那么我今天就是说，从我最初的一个研究到现在可能近10年的一个梳理吧，也是，然后可能没有涉及太多的这样一个研究的细节的内容啊，但是可能也是我从声景跟景观这两个不同的维度的一个探索的一个历程吧。那么其实我的第一个研究是在我博士期间的在罗斯托克的这个多功能城市区的一个研究。那么这个是在就是我是可能是比较早的从一个稍微大的中尺度，可以说中尺度的一个角度去探讨声景跟景观的一个关系的。那么当时呢，也有一些这个就是通过这个研究的也对这个声景图的一个探索，包括就是声景空间的一些结构特征跟这个景观的空间结构特征跟声景的一些感知的一些相关的关系，提取出一些这种景观的空间的一些要素。然后目的呢，其实更多的是想去通过景观规划的这种手段去间接的去调控声景的一个感知。然后呢，就是这个研究呢，其实也是有几篇的成果的一个探索吧。那么当时是就是我还是比较欣慰的啊，就是说因为没有任何的这个设备的条件，当时的条件特别简陋。但是呢，就是我很庆幸，就是也很荣幸的，就是能够得到这个康老师的指点。能够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成果，
发表的像我们那个 landscape urban planning 上面。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对博士当时那个时期的我来说，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是一个觉得是嗯很难得的一个经历吧，就是从一无所知到通过老师的这种指点啊，去能够有这种成果的一个发表。当时是觉得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收获很大。那么这个也是当时我做调研的一帮小伙伴。其实当时的科研手段是非常简单的，然后我们就是去现场记录。那么其实通过这个事儿，我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嗯，就是我们的研究，首先一点不一定是说有多么高精尖的一个设备才能够有成果发表。那么后来呢，我就是也是在博士期间，然后在通过国内罗老师的一个的帮助下嘛，然后跟他合作，在我们这个国内也做了一个调研就是在城市公园当中，对我们的声景跟景观呢，也是做了一定的这个更就是针对特定空间做了一定的探索。那么也是通过这个公众调查，包括声景慢步走，就是声景里面常用的一些手段。那么这个成果呢，也是很有幸的，有比较重要的，也是我这个比较重要的2篇成果。那么其中一篇就是也是 Landscape Urban Planning 上面，那么我们当时也是当期的一个封面的文章。那么通过这个事情也是觉得就是更进一步增强了我坚持在这个领域去做下去的这样一个信念吧。那么其实也是就是就是更加坚定了我就是进一步的一个这个信念。包括然后这个杂志里面的就是也更探索更多元的这种数据的应用，比如说这个录音数据啊，包括声谱图。其实我没有声学的背景，但是在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呢，这种探索不同途径的这种探索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新的东西。那么这个论文呢？也是被我们后面的这个ISO 的这个标准里面去引用，就是一些分析方法。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经历了，就是针对这个，因为是一直的导向就是声景怎么能够跟景观的规划设计结合，包括声景的设计怎么能够影响我们场所的这种感知。所以说这是一个我唯一一个没有任何数据，但是又很有意思的，在意大利的阿尔泰纳，它作为一个一个200多年历史的一个小镇，那么在它这边，用简单的一个罗铃声的一个概念，探索了这种声景可能在场所营造的这个方面的一个潜力。这也为我后期的这个就是在历史街区的声景的一个探索呢，也是做了一个铺垫。当然回国以后，我就是近年也是重点的一个研究的领域，就是还是集中在城市绿地空间，包括这个公园儿跟这个其他的不同类型的这个绿地空间里面，探索这种声景的感知跟景观的感知体验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当然还在历史街区里面探索，就是进一步挖掘声景的这个人文属性，它在这种特定的场景下所发挥的这种作用啊。当然也是尝试更多的这种数据的分析手段，比如说这种简单的这个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呀，然后去识别更为复杂的这种各种因子之间的这种关系。还有在这个风景名胜区当中的这个声景的这种声景景观体验的一些模型构建，包括感知因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嗯，当然这个还有包括对最早期的可能在中尺度上的这种时空的探索呢，我们现在也有进一步的这个探索，就是嗯就是不管是从声景的感知维度，还是从这个景观的感知维度，有探索更多的这个变量跟它们的加上这个时空的一种动态。那我们近期呢也会进一步挖掘声景跟健康的关系。在我们这个尤其是在绿地空间里面开展了一系列的这个调查，就是去探讨这个声景恢复性效益的一个影响机制。然后我们尝试去构建一个就是不同的因子之间，它们哪些有直接的或间接的这个效应，从而呢更好的去指导我们后期的这个景观跟声景的这个规划设计。当然还有就是在声景生态
包括申请资源管理方面呢，我们这个现在也有做一些探索。这个图片是Bernie Cross，他在 TED 上一个演讲就是 The Voice of Nature World。那么他里面说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While a picture mirrors 1,000 word, a soundscape is 1,000 pictures。那么就是说，其实这个声景它包含的信息要远远比我们视觉所观察到的信息的更加丰富啊，更加内涵更加丰富。所以说可能后面长远的一个打算在这一块是也有一个呃，就是深入研究的一个计划。还有就是除了声景生态，还有在这个景感生态，因为现在就是可能大家强调这种多维感知的这种一个背景下面，景感生态学也是我的硕士期间导师赵景柱老师他提出来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理念。他也是强调这个五感，包括心理感知，在这个环境感知，包括人居环境建设里面，它可能发挥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也是前期呢，也是通过对景感生态理念，包括它跟这个恢复性景观设计之间的这个联系，怎么能够促进我们恢复性景观的一个设计，提升这个景观空间的品质方面呢，也做了一个初期的探索。包括因为这个理念里面有整合了很多的，主要是从数据端获取上面。刚才各位老师也讲了很多他们各自的就丰富的这种数据途径啊，尤其是这个大数据啊、虚拟现实啊等等这些，我们现在是可以获取的。那么可以就是更多元的能够或者是更直接去反映我们人的感知的这样一个途径。那么提供了很好的这种数据基础。以后可以探索的这种空间呢会更大一些。其实关于我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研究经历呢，还是虽然这个是不是特别完善、特别概要的一个梳理啊。其实还是非常有感触的一点，就是从一个博士生的早期懵懂的这种成长，到现在可以说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学者的这样一个状态中间其实确实需要很多的付出，首先是自己的付出，然后真的是需要老师啊这个学术共同体的一个帮助。其实我自己在整个的一个投稿啊，包括研究的过程当中，也是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嗯，那么其实最感谢的还是我的这个各位导师啊，就是真的是从一个学术小白，然后帮助我一步步的去成长起来的。那么其实在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几个关键词，首先就是一个信念。那么可能包括到目前为止，可能还会仍然受到这个研究条件啊、这个设备啊各种限制。但是呢，还是去尽力的去探索自己的，能够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能够就是跟风险这个通过这个论文发表的形式能够分享出来跟大家。嗯，就是当然也会遭受到拒稿啊等等这些非常不好的这种经历啊，但是要有坚信自己能够这个成果的水平，坚信自己的这个文章的质量，不断的打磨还是能够发表的。另外就是忠诚尽责，那么把它放在中间，其实也是我这个研究生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的一个所训。那么其实也是一直秉持这样一个理念吧。当然这个忠诚是对自己的事业，包括对自己的这个学术共同体也好，那么保持一种这种，包括从大的这种人品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质。然后尽责也是现在也有带学生、研究生也很多。那么其实真的是我从我的老师的，尤其是康老师，我们可能2年多的交流，我之前统计过，就我们来回发了400多封的工作交流的这个呃工作邮件啊。那么他就是付出了他的时间，我是觉得在我身上花费的是非常多，所以我现在也很乐意把这个时间花在学生的成长上面。另外可能这也是代表着一种传承吧。就是我们这个学术的品质，学术的这种规范，学术的这种训练等等，希望能把这种自己有限的一些的这种经验知识能够继续传承给自己的学生，然后也可以希望就是通过跟这个更多的同行的一个交流呢，
自己也能够获取更多的这种知识经验，然后能更好的去完善自己的这种研究，包括这个教学还有这个学生培养等等各方面。好，那我的分享呢就这些，谢谢各位老师。